大家好，这里是肯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热量。热量无论在营养层面还是在运动健身层面，都是一个高曝光率词汇，可见它的影响力之大。因为每个人都在乎自己的身材和健康，虽然都知道热量的概念，但是真正了解并管理好热量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我经常说，对热量失控就是对体型失控。那么为什么热量如此难以管理？你是否处于热量失控的状态？如果失控了，该怎么办？那么我今天就给你讲讲热量给你刨的10个坑。首先，你日常的饮食是你身体热量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，但你是否知道每天摄取了多少热量呢？也许你会说，我会看食品包装上的热量数值，但是你确认标注的热量一定准确吗？例如一碗牛肉面，你可知道每家牛肉面馆的牛肉配方和面条配方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到底吃了多少热量，你并不知道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知道吃下去的食物实际吸收了多少热量吗？这个你肯定也不知道。你已经2次掉到坑里了。事实上，就算是相同热量的食物，例如一个巨无霸汉堡有540千卡的热量，但是对于每个人而言，获得的热量却有很大的不同。有的人可能可以吸收520千卡，而有的人可能只吸收了450千卡。热量吸收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每一个人肠道菌群以及微生物的情况。不同的人对相同热量的食物吸收的能力不同。例如，一些人的肠道菌群会将食物中的纤维素分解成为短链脂肪酸，这些人的肠道对于热量的吸收能力就低。相反，另外一些人的肠道菌群能够更有效地分解食物，并吸收更多的热量。是否能分解纤维素的能力来自于遗传基因、生活方式、饮食等因素的不同。结论是，同样的食物，你吃和别人吃得到的热量一定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人每天吃很多食物，每样食物可以吸收的热量都不同，因此能很好分解纤维素的人，热量吸收的就低；不能很好分解纤维素的人，热量吸收的就高。就算你知道你吃的食物有多少热量，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分解纤维素的能力，最终到底吸收了多少热量呢？所以你掉进了第3个坑。另外，相同的食物在不同的时间食用，吸收的热量不同。身体在不同时间段吃东西，食物热量的吸收是有差异的。这是因为人体代谢和能量需求是动态变化的，在不同时间内，人体对能量的需求不同，因此食物热量的吸收也会有所不同。例如，早上吃早餐时，身体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支持一天的活动，因此食物的热量吸收可能会更高些。而在晚上，身体的代谢率会降低，对能量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。好，这是第4个你没有发现的坑。再看，相同的食物在不同的温度下，造成人体吸收的热量也不同。例如，你在 7-Eleven 买了一份工作餐，是买完以后立刻吃，还是15分钟以后吃，还是半个小时以后吃，食物的温度肯定会出现变化。那么身体在吸收时也会出现热量差异。具体来说，吃热的食物时，人体需要更少的能量来将其加热至你的体温，因此你吸收的热量就更多。相反，吃冷的食物时，你吸收的热量就会更少。当然，这种差异不会十分显著，但是它确实存在。此外，食物温度还可以影响人的食欲和消化能力，从而影响热量摄入和利用的效率。提醒你，第5个你容易忽略的坑。还有，相同的食物使用不同的加工手段，造成人体吸收的热量也不同。因为不同的加工方式可以影响食物的物理和化学性质，从而影响身体对热量的吸收和利用。同时，不同的加工手段也会增加或者减少食物中的热量。例如，一块100克的牛肉，煮着吃、炒着吃、烤着吃、煎着吃、炸着吃，热量相差大概从150千卡到400千卡不等。那么其他的食物热量同样也肯定不同，之间差别的数字巨大，但是具体的数字是多少？这是你面临的第6个坑。以上的6个坑已经可见你对食物的热量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。很多商家或者标题党博主 UP 主都会用这6个坑买你。例如，比较一下面条和粉条哪个热量高，吃什么会长胖，吃什么又会变瘦。请注意，别人吃什么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他吃的东西吃到你嘴里，结果可能完全不同。所以为什么在我的视频里我不会推荐任何具体的饮食？
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所以无法照搬过来获得相同的效果。记得有一期视频评论中，有一个评论说通过蚕蛹补充蛋白质，问我为什么不选择。第一，我觉得我目前吃的蛋白质是我喜欢的，没有必要换。第二，蚕蛹对我来说是个下酒菜，不是我作为每天蛋白质来源的食物。第三，我不在中国大陆，我上哪儿找蚕蛹去？所以我的蛋白质食物选择是3成熟的牛排和我老婆做的鸡肉丸子。但是我不能把这些食物硬推荐给你。第一，牛排在国内的价格比较高。第二，我也不能让我老婆上来教大家怎么做鸡肉丸子。所以按照我的原则去选择适合你的食物。选择的原则我给你讲明白了，具体的食物你自己决定。好，我将在下期视频中带你了解热量支出的4个坑，并且教你如何出坑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